大家好，我是李船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走进航海人的生活。那关于船上的车间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它是位于机舱的。但是为了甲板部的工作方便呢，在主甲板这边也有一个小车间。那咱今天就去那里。大家都知道，船长他肯定是出身于甲板部的。但是呢，也有太久没有去接触这些甲板工艺接触这些水手工艺了。但是没关系，这次我带大家咱直接去。我其实也挺好奇的，我看看自己还能回忆起多少来。巧了，正好赶上弟兄们想把这个保养好的饮水梯呢给它放回原位。那这么重的饮水梯靠人力是不可能给它搬上去的。那他们是怎么弄的呢？我们就来到它上面的这一层甲板。我们看到甲板上的这个盖子呢已经打开了。它就是利用上边的这个天车，大家看到了吗？这个我们叫它 monorail， 这个天车，用它呢把刚才那个饮水梯给它吊上来，再放到应该放的位置。大家看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饮水梯。那有一位弟兄在下边呢，就等一下准备挂钩。天车这边还有一位弟兄正在做一些准备工作。这时候呢，水手长就把吊车的控制开关就拿过来了，把电缆的另外一头接在这个吊车上通电，这样就可以操作了。这个吊车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说呢，几乎所有船上的物料备品甚至包括伙食等等甚至于船员上下船的这个行李呢，都是利用它来完成的。在这个天车的轨道，它是从左舷到右舷，而且呢还可以伸出舷边，伸出舷外，因为要从岸上要起吊嘛，或者掉下去东西嘛，肯定要伸出去咯。那下边的甲板呢，同样也有一个像这样水密的一个盖子，打开之后，那个水密的盖子就直通机舱了。那么机舱的备品也都是这样进出的。这个天车它的安全工作负荷是多少呢？是 12.5 吨，完全可以满足船上备品吊装上下的需求。在每年和每5年，这个 monorail 都有它的检验和认证。一般的操作者呢，默认是水手长，那其他人呢就配合。那现在呢已经准备好了，准备把这个饮水梯给它吊上来。那么这时候水手长来负责操作，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饮水梯呢就吊上来了，然后通过轨道给它滑行到它应该摆放的位置，摆好之后再进行绑扎就可以了。那最后呢，不要忘记把这个盖子给盖好，那这样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我们呢继续看我们的工作间去咯。那从这边转过来，大家看顶头那一间，那就是甲板的工作间。那左手边这个是固定二氧化碳间，那里边呢都是二氧化碳的钢瓶了。等一下再带大家去，因为我要把它打开的话呢，那个警报就会响。右边这边氧气，这里边放的都是氧气瓶一个一个的氧气瓶，所以这个地方是绝对不可以抽烟的，否则会爆炸哦。这边呢是乙炔间，里边放的都是乙炔的钢瓶。这个是油漆间，那里边放的肯定就是油漆了。等一下再来看吧，还是先去工作间好了。那我们就进来了，看人家水手长正带着弟兄们正干活了，没关系，他们忙他们的，咱们呢忙咱们的，两不耽误。这有一个大锤这个大锤好重我一个手拎不起来，这多少磅呢？估计怎么也20磅吧。这有一个铁锨，铁锨好像没什么可讲。铁锨，这个钢丝钳、钢丝剪刀、钢丝钳，有2把一大一小，很厉害。一般的普通钢丝呢，用这个钳子基本上都可以把它剪断。那你不要把手指放进去不要放很厉害的当然，如果你碰到更加粗的那种钢丝缆呢，我们又用这个液压钳，看这个液压钳嘛，就可以把它剪断了。那这个就是千斤顶了，这也没什么好讲。
这个工作台啊，就是普通的一个工作台，上面呢是挂满了工具，各式各样通用的工具。工作台，这边一样啊，有个台前。这个架子上面放的都是一些特殊的工具了。你比如说这个桶里的这个扳手，这个扳手呢，那基本上它用于是这个紧张螺丝的松紧啊，特殊工具吧。那这个大圆盘跟方向盘一样的，这个是开启通风啊或者关闭通风的一个特殊工具。往这边走，这有个货灯，那它就是个可移动的照明设备。那这边这个设备大家看，这个是油漆的喷枪，它是利用空气的，看这个地方就接空气管。那它有一头呢，这边呢就插在油漆桶当中，然后把这个枪嘴接好之后就可以喷漆了。这个装备是打牛油用的，它呢同样也是利用空气的。那这边接空气，那这边是枪嘴，可以接各式各样的外接的不同的牛油嘴，然后就可以打牛油了，加油啊，起到这个作用。这边就是各式各样的空气管喽，空气管还有各种绳索。那这个绳索在船上是品种是非常繁多的，你比如说这种，那这个呢就叫马尼拉绳，它是由一种植物大麻叫阿巴卡这个叶片中提取出来的纤维编织而成的。这个阿巴卡呢是产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所以这种绳子呢就叫马尼拉绳了。这种绳子非常非常的结实耐用，而且呢柔软耐摔，纯天然。它还有个特点，它被打湿之后啊，它会收缩。经过马尼拉绳所打的绳结呢，经过海水的打湿之后，就会变得更硬，更加的难以解开。所以大家看这个引水梯的绳索呢，就是充分利用了它的特点，选择这种马尼拉绳子。这种绳索在19世纪的时候，甚至被用于绞刑，多厉害吧！其实从古到今呢，人类从来就没离开过绳子。最早还没有文字的那时候啊，古人怎么记录历史呢？叫结绳记事。出门的标配也就是带一根绳子，就跟现在人出门你要带手机一样，就这么重要。所以古代的成年人他的标志是什么呢？叫佩膝。这个膝是什么东西？膝就是解绳扣用的一个工具，就叫膝，解绳器。在《诗经》里边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玩兰之之，童子佩膝，虽则佩膝，能不我知。有什么意思呢？就玩兰之之啊，一种兰花开得很茂盛，就代表女孩子；童子佩膝，你成年了，代表男孩子。你虽然成年了，带着一个解绳扣的东西能解开那个绳结，可是你什么时候能够解开我心里的心结呢？所以呢，它还代表了美好的爱情。所以大家在追女孩子的时候啊，不要玩手机，你掏出一根绳子来，背不住她就会爱上你哦。好，我们继续参观。这边呢还有一个假人，这可不是那个女孩子啊，这是个假的假人。大家看，这个没什么用，有时候啊就是特殊情况啊、特殊场合，我们就有时把它拿出来啊，摆在那里，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其他的呢，比如说老鼠挡啊，比如说这个 RSPS 的这个照明设备等等。另外，甲板工作间跟机舱工作间一样，也有一个独立的空调设备。油漆间对于参观来说就相对比较简单了，里边就都是油漆相关的产品咯。但是油漆的知识蛮复杂的，找机会我再给大家介绍。那这边呢就是用于机舱的油漆，剩下的部分就是甲板用的，比如说底漆、面漆，反正用于各个不同的地方吧。另外呢还有信号漆、松香水、固化剂、喷漆等等，品种很多。那这个二氧化碳间呢，咱既然都到了门口了，是吧？咱就进去转转呗。把门打开，咱进去看一看。这里边就是这样的，看了一瓶一瓶的钢瓶。那这个钢瓶里边呢，都是液态的二氧化碳。那它的释放程序，还有释放的标准啊，操作的流程等等，是相当复杂的。这几句话肯定也讲不清楚。同样，咱们找机会再介绍这个整个的固定二氧化碳的释放系统。
那好，这期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咱们下期再聊。